美国国民警卫队与海军陆战队再次强势出圈。从表面上来看，国民警卫队只是一个民兵组织，没办法与海军陆战队这种正规军相提并论。实际上，国民警卫队是美国辈分最高的武装部队，成立时间比陆军、海军都要早。就实力来说，美军在世界上排名第一，那么国民警卫队就是世界第二。美国任意军种与国民警卫队 solo， 结果都只能是输。那么国民警卫队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其职权和权限与海军陆战队这种正规军又有什么区别呢？国民警卫队这个名字很有迷惑性，看见这5个字，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战力弱，区一个民兵组织，真要打起来一点作用都没有。事实上，国民警卫队的确是民兵组织，目前大多数队员是兼职服役。按照规定，队员的训练很短，每个月训练1个周末，以及每年2周的合训，内容以救灾训练为主，训练地点一般在本州，这些时间加起来也就38天左右。不过民兵不意味着弱，其跟正规军的待遇一样，一些正规部队的军事部门裁减后，甚至会直接变成国民警卫队，只是改了一个名，其战力可以排到世界第二。美国陆军、空军有的它都有，比如 M1、阿帕奇、F2、F35， 甚至随时都能从兜里掏出来几架 B2 去其他国家逛街。国民警卫队的装备之所以那么豪华，主要原因就是后面有人，就像那句经典台词，出来混要有势力，要有背景，国民警卫队就满足了这2个条件，它是美国武装部队中辈分最高的那个。在英国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常备军备，主要依靠民兵作战。这些人平常有自己的工作，打仗就是一份兼职。这个传统影响到了北美殖民地。在最早一批英国民众抵达美洲大陆后，为保障定居点的安全，自发形成了比较松散的民兵制度。在1636年，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法院将当地的民兵重组为3个永久团，以便更好地保卫该地区。其他各州也相继效仿，一直到现在，这3个团也存在在马萨诸塞州陆军国民警卫队中，被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部队。这个时间点也被认为是陆军国民警卫队的成立日。这个时间点别说美军了，美国都还没有出现，直到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才相继成立，更别说1947年才成立的空军。在这个时期，民兵的数量其实要远超美国正规军。美墨战争、美国内战与美西战争的美军主力基本上都是民兵。也正是因为辉煌的战绩，美国很是重视民兵。1903年的民兵法案规定，政府提供部分资金、武器等对民兵进行训练。到这一步，这些民兵成了美国各州合法的武装力量，并于1916年正式命名为国民警卫队。有资金、有武器，人还多，造成的结果就是战力足够强。就目前来看，国民警卫队分为陆军国民警卫队以及空军国民警卫队，总人数达到了44万人，其中陆军国民警卫队大约33.6万人，装备与正规军没啥区别， M1A2海马斯、阿帕奇都有。空军国民警卫队这边，从 F16 到 F2， 从空中炮艇到环球霸王，应有尽有。其轰炸机联队更是装备了 B2。如果不是宪法规定美国各州不能独立拥有海军，要不然航母和潜艇这玩意儿，国民警卫队也能搓出来。装备好，作战经验也多，不打仗的时候，国民警卫队什么都干。最常见的就是救灾工作，比如大型火灾、飓风等自然灾害。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超过5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在新奥尔良协助疏散救援行动。2025年1月的加州山火期间，也有国民警卫队的身影。既然带警卫这俩字，自然也能用于确保美国国内安全。在2021年的拜登就职典礼期间，就有超过 2.5 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驻扎在华盛顿特区，确保典礼的安全。当然，既然实力那么强，仅仅是做一些安保与救援工作，那也太大材小用了。在美国的对外作战中，国民警卫队也是主力。二战期间，陆军国民警卫队先后组建了19个整编师，参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战斗。在诺曼底登陆中，国民警卫队第29步兵师的第116步兵团与美陆军第1师并肩作战，率先冲上了奥马哈的滩头。在2005年，有消息称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国民警卫队占据的比例达到了1半。相比之下，海军陆战队的过去就有些坎坷了。早期属于鸡肋，诞生后没多久就被砍了，即使后来发展为独立军种，也被称为4等人。不过这支预算较低的部队却是美国正规军中最硬核的那个。
1775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费城成立，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海军舰队作战，保护舰船和船员的安全，并参与地面战斗。不过，相比较陆军和海军，海军陆战队明显不受待见。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因为财政问题，这支早期的陆战队就被解散了。直到1798年，为了应对巴巴里海盗，美国政府重建海军陆战队，国会通过海军增兵法案，授权每艘海军舰船配备陆战队员，以维持秩序和战斗职能。在这个时期，海军陆战队的定位是快速反应部队，负责保卫海上利益以及应对突发冲突，算是又把海军陆战队重建了。之后，海军陆战队逐步发展为独立军种。可惜的是，海军陆战队的待遇很差，装备与经费与其他军种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自己的年度预算只有几百亿美元，海军、空军与陆军都是上千亿，足足4倍的差距。也正是因为经费的限制，海军陆战队的装备有点老。当陆军已经换装 M4 的时候，陆战队还在使用 M16A4。AVV 7役服役超过50年，直到近几年才逐步替换为 ACV。不过待遇虽然差，海军陆战队却被认为是美军战力最强的部队。在美国智库2024年军力指数报告中，海军被评为弱，空军被评为非常弱，陆军被评为微不足道，唯独海军陆战队被评为强大。但是其整体实力不足以弥补其他军种的不足，原因也很简单，海军陆战队的定位就是运用海军的各式舰艇，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全球任何一个战区，充当美军的先头部队。也正因如此，其训练极为严格，新兵需通过13周的魔鬼训练，淘汰率高达 20%， 服役之后全员剃锅盖头，每周3次越野10公里等等等等，并且还有经常考核。而且这不只针对那些年轻大兵，连那些上了年纪的将军也是如此。在海军陆战队当中，即使是文职人员，每年都必须完成考核，拿上步枪就能上战场。美军其他的文职人员却并不需要。从外部来看，海军陆战队是4等人，但是在美国内部，陆战队是很有名的。美国陆军杂志做过一个调查，如果必须参军，你会参加哪支部队？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待遇更好的海军和空军。78.5% 的受访者选择了作战任务最多、训练强度最高的海军陆战队。假如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一起摆摊征兵，陆军或许会讲待遇、职业规划，海军陆战队则表示，参加陆军是找到一份工作，参加陆战队则是找到一份信仰。在陆战队这边还有一个很爷们的规定，无论职位高低，在穿礼服时都必须保持站立笔直，即使在恶劣天气下也不例外，下雨了也不能打伞。只有女性海军陆战队在穿长服或礼服时才允许使用雨伞，并且要求使用左手撑伞，这样就能使用右手敬礼。而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都允许服役人员在一定条件下使用雨伞，不过现在这项规定则没有了，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员都可以在下雨时撑伞了。对于士兵来说，这是个好消息。除此之外，海军陆战队还拥有一个美国其他军种都没有的殊荣，那就是负责美国驻各国大使馆的安保任务，这也代表着他们是作为美军的门面。如果问国民警卫队与海军陆战队的区别，那能聊的就多了。一个是预备役，一个是正规军，一个直属州议会，一个直属联邦政府，二者的差别很大。本质上来说，国民警卫队属于预备役，除了战时之外，那就由各大州政府指挥，算是各州的地方部队，对州议会负责，州长就是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则跟海陆空三军一样，属于正规部队，主要负责对外作战，听命于国防部和总统。简单来说，国民警卫队听州长的，海军陆战队听总统的，这就导致这俩不对付。卡特琳娜飓风的时候，当时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不愿意让政府接手救灾，小布什就拼着违宪强行接管了国民警卫队的执法权，加大了新奥尔良市的救灾力度，双方差点打起来。此外，宪法规定总统不能在美国国内部署军队，平时国内的安全交由各州的国民警卫队负责，除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者某州叛乱。海外行动那是总统号召各州国民警卫队参加，并不是命令。而且理论上来说，总统未经国会批准不能调动军队。当然，这只是理论上，无论是正规军还是国民警卫队，美国总统都可以直接调动。美国武装部队法典第10条规定，在以下这3种情况下，总统可以直接指挥国民警卫队，也就是遭遇外国入侵或面临入侵危险，发生反政府叛乱或有叛乱危险，总统无法使用常规部队去执行法律。在正规军的指挥上，或许会有人认为海军陆战队的确是唯一支美国总统无需国会批准就能命令部署的部队。这个说法其实有那么一点错误。
在高华德尼可拉斯法案之前的确可以这样说，但是在这个法案之后就不是这种情况了。美国总统可以在90天内不经过国会授权动用所有部队，不过打仗哪有不花钱的，所以还是需要国会授权。如果是小规模调动，美国总统的确很喜欢用海军陆战队，一支海陆空3栖快速反应部队用着比较顺手。与正规军相比，国民警卫队的自主权相当大，美国这样做就不怕各州拥兵自重吗？就目前来看，美国的每个州都有相当大的权力，在古代这就叫做分封制，联邦政府就相当于王室，各州就相当于诸侯国。和平时期啥问题都没有，大家一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模样，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各州有钱有军队，谁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做了一定的限制，拥兵自重这种情况根本就不重要。就目前来看，其限制大概有3点，分别是宪法限制、指挥权控制以及装备控制。这就要聊到1903年的民兵法了。在美西战争期间，各州派往前线的民兵部队良莠不齐，幸亏对手是已经年迈的西班牙帝国，要不然结果如何还真不好说。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美国出台了一个民兵法案，允许各州动用联邦资金来支付国民警卫队的训练费用，并成立国民警卫局，统筹各州民兵事务。国民警卫队可以就读陆军学校，现役陆军军官也可以担任国民警卫队的教官。作为交换，政府获得了对国民警卫队的更大控制权，总统有权征召国民警卫队应对外敌入侵或平定叛乱，征召期最长为9个月。之后该法案又经过多次修订，在1908年取消征召期限，但规定国民警卫队必须先进行联邦化，然后才能执行任务，也就是将国民警卫队征调入正规军，接受联邦政府的统一管理和调配。在之后的改进当中，国民警卫队又多了一个新身份，不仅是各州政府的地方武装，也是联邦政府的预备役部队。在蒙哥马利修正案上，国会开始反过来限制各州对国民警卫队的使用权，禁止州政府以训练为目的，拒绝派出国民警卫队赴海外作战。而且美国是3权分立的国家，无论是联邦还是各个州都是如此。从联邦层面看，总统、国会、最高法院3者相互制衡，没有一位总统能够利用军权独裁或对抗国会。在各个州上，从名义上看，国民警卫队由各州长统一掌控，实际上有什么重大行动都需要州议会批准，州长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各州想独立行动是很难的，即使是加州也没有拥兵自重的条件。除此之外，在1973年，美国政府就确定国民警卫队与现役部队采用同一套编制，二者可以共享装备体系和基础设施。国民警卫队的轰炸机联队与美国空军就可以共享与轰炸机有关的地面设施。一定程度上来说，即使国民警卫队把飞机开走，但机场地勤、空管都是美军的。基于这样的管理体制与调控手段，美国根本就不用担心各州拥兵自重的问题。退一万步来讲，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实力没办法与正规军相比，这几十万的国民警卫队平均到美洲之后还不到1万人，不可能跟美国130万的正规军硬碰硬。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也有控制国民警卫队的手段，警卫队的一部分财政是政府出钱，直接捏住部队的命脉。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民兵组织，国民警卫队的实力的确可以排到世界第2，战力也超过海军陆战队。对于各州而言，国民警卫队的存在仅仅是一个预备部队而已，用来执行救灾、维持秩序还可以，但想要拥兵自重，明显不太现实。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军国民警卫队的实力如何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见。